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呢，我先跟大家分享的是我这一个月来的一个体验。我觉得这更加多的是在于这个 AI 的这个发展，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震撼。还有，我觉得我经历了非常魔幻的一个月，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样子的一个经验。那其实大家可以从之前的集数大概都看到，其实这一个月我最主要的 focus 都是在于 AI agent，也就是在于 Claude 的 Cowork 还有 Claude Code 这两个 software 上面。那基本上呢，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情况，是我发现到呢，我在这个月里面呢，其实已经开发了差不多8个工具，8个软件。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对于一个完全不会 coding 的人来说呢，我觉得根本就是天方夜谭。我完全不会 coding，我怎么可能够开发一整套的 software 出来呢？我最多能够做的可能只是把某一个页面做好，我就觉得可能是AI 能够辅助到我的极限了。但是随着 AI 的模型不断的进步之后呢，我发现到这件事情竟然可以变得如此的简单。这整个过程呢，其实真的没有大家想象中的那么难。我其实在做的很大部分的东西呢，都是在用我的自然语言，也就是我用着我的中文，在让我的 AI 呢去做工罢了。就是我跟他说，诶，这个功能我不好，我要加这个功能，这个功能我觉得呈现到很奇怪，我觉得呈现到很丑，我是用这样子的字眼再让他去修改的。也就是讲，其实这个东西一点都不难，只要你愿意跟 AI 一起去学习，一起跟 AI 一起去探索，一起去监督 AI 现在做的事情，你就会发现到你能够做到的东西真的是不断的变得越来越可怕。这个是我的这个月的一个感受，就是其实我前面2个星期呢，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把第一个工具给开发出来，因为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嘛，我要花很多时间去学，然后可能前面的确是觉得有点难度。最主要的，我觉得那个感觉是，当你没有办法 one shot 把那个东西给做出来的时候呢，它卡到一半的时候，因为你看不到完整的成品嘛，它就会让你觉得，诶，这个东西我是不是还值得我再花更多的时间？但是呢，当第一个工具完整的呈现在你的前面的时候呢，它会让你有一个满满的成就感。有了这样子的一个成就感呢，它就会让你有动力去开发更多的东西。所以实际上，我其实前面2个星期呢，我只开发了一个工具。但是呢，当我接下来找到那个状态之后呢，我差不多是每1到2天我就可以开发一个新的工具出来。我基本上现在到了现在这个境界呢，就是我在我工作中的时候呢，我突然间发现到，诶，这个部分好像很卡，然后需要我浪费一些时间去做，然后我就会立刻开启这一个开发者的这个思维，我就会告诉我自己，这样我们开发一个工具去把它解决吧。我后面不想再浪费这么多时间在做这个很重复性的一个任务了。所以基本上这是我的一整个体验，跟我抱着的一个心态，就是我是依据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在选择什么样的任务是适合我去开发工具的。实际上这个东西真的是帮我带来非常大的一个效率的一个提升，甚至呢，我会觉得其实后面的2个星期呢，我的整个工作状态其实是很差的，它没有达到我可能之前一直以来工作的那个水准，跟工作的那个强度，跟我觉得那个工作的那个节奏感，就是很多时候我会觉得，诶，在中午的时候真的是很累，真的是很想休息一下，我会让自己去休息，我会让自己去稍微放松一下，再继续工作。我没办法像以前这样子，就是我没办法像之前这样子，就从早上开始就是非常的有能量，然后我就能够一次过这样子工作到可能午餐的时间，然后午餐小休了之后呢，就能够继续一次过工作到傍晚的时间，甚至晚上的时间。这个是我之前觉得一个工作强度最强的时候。但是现在呢，我会发现到我到中午的时候，真的是可能有一些其他的工作的影响，有一些开会，有一些行程的影响，它会让我的整个身体感觉到非常的疲倦，我没有办法很好的保持在这么强的一个工作专注度里面。但是呢，尽管我的状态非常糟糕呢，我会觉得这一个月我做到的东西，就是这些工具帮我解决的问题，跟我这些工具很多是我在2、3年前就很想要开发，我觉得在2026年我想要花一整年的时间，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去把它开发出来，但是呢，现在全部都在一个月里面实现了，这个是让我觉得非常可怕的一个东西，就是原来当一个工具这么强大的时候呢，它是可以立刻改变我所有做过的任何的 planning，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月的一些体验，所以我想要讲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很多人会觉得用 AI 去开发工具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要跟 coding 接触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但我会觉得它的入手门槛真的是会越来越简单，重点在于你愿意去尝试嘛。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一定会进入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开发自己需要的一个软体的一个时代。那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科技主题，今天主要聊的呢是 Claude 最近又发布了一个更加强大的模型，叫做 Claude Mythos。那这一次不一样的地方是 Anthropic 直接向大众宣布 Claude Mythos 呢是不会开放给大众去使用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模型真的是太可怕了，强到太可怕了。
那基本上现在业界公认的 Opera 4.6或者是 Claude 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公认的最强的 coding 的模型嘛。目前只想要做编程相关的任务呢，这一个模型就是最强大的。但是呢，这个 Mythos 呢是比这个 Opera 4.6还要再更高一档的这一个模型，它是比 Opera 更加大一号的一个老师的一个模型。那目前为止这个模型最强大的地方是 Entropy 已经对外宣称了，他们通过了这个模型呢，找到了很多之前大家没有发现的一些安全漏洞。一些系统上面的 bug， 一些 software 里面的 bug， 然后这些 bug 呢，或者是这些漏洞呢，它可能已经是存在了27年，存在了10多年，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很复杂的一个系统里面出现的一些很难被找到的一些 bug， 现在都被这个 Mythos 给找到了。所以他们觉得，如果这个模型用得好的话，他们能够很大幅度的增加安全的这些防护。但是呢，如果他们用得不好的话呢， hacker 会去使用这样子的一个模型，就能够攻破很多大家没有发现到的一些漏洞。这个事情呢，已经是把整个的 cyber security， 也就是我们讲的网络安全呢，已经进展到了下一个程度，就是现在已经是 AI 在互相去进攻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武器呢，那其实对所有的软件都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就比如说，很像我们在用这 iPhone， 你可以想象一下，突然间你的 iCloud 就这样子被 hack 了。以前对大家来说 ，Apple 绝对是拥有最强大的一个防护网之一的。但是呢，现在如果这些 hacker 呢，有了这样子 Mythos 这个模型呢，它就能够直接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呢，直接 hack 进了这个安全漏洞里面呢，去进行窃取或者是去进行敲诈。所以这个东西它可能会导致全世界的软体呢都面临着非常危险的一个进攻。所以目前为止，他们的做法呢是他们发布了一个叫做 Project Glasswing， 也就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计划呢，它是只针对美国的一些非常大型的一些公司呢，让他们去把他们的防护网给做好，也就是让他们去升级他们的网络安全。然后呢，他们之后再考量是不是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模型给发布出来。那基本上参加的公司呢，绝对都是对世界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他们的软体如果出事情，会对全世界造成影响的。比如说全世界最知名的3大云端厂商，他们呢就是 AWS、Microsoft 还有谷歌。那接下来呢，包括是全部人在用的 Apple， 还有就是 Android 呢，谷歌这一方面也是完全的受到了邀约，去一起进行这样子的一个安全漏洞的一个维护。那其他的一些公司，比如说半导体相关的，就是 Broadcom 还有 Nvidia。那网络基础设施呢，就是 Cisco。那金融业呢，竟然也有一个 JP Morgan 这样子的一个公司。那接下来还有关于网络安全维护的，比如说 CloudStrike 或者是Palo Alto Network 这几个公司。那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就是接下来他们可能还会再开放更多的公司，但是呢，它的差别是绝对是以美国公司为主的，因为 Entropy 就是一个非常排斥中国的一间公司，他们是非常的美国主义的，他们认为全世界最顶尖的模型、最顶尖的技术必须留在美国里面，尤其是不能够让中国接触到，因为中国他们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威胁。所以 Entropy 一直以来都是强调，比如说是他们最先进的一些芯片呢，比如说 Nvidia 这些芯片呢，它一直以来都希望美国政府能够阻止这件事情，或者是这些芯片呢进入到中国。基本上，它对于中国的这些竞争者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排斥的。那实际上，当然它遇到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些中国的这些 AI 模型厂商呢，不断的去蒸馏它的模型，因为它的模型最强嘛。当然，我相信其实这些厂商一定也是有会去蒸馏谷歌，会去有蒸馏 OpenAI， 就是这些第一梯队的这些 AI 模型公司呢，他们一定是会想要去学习的嘛。而且中国的这个模仿的程度，中国这个学习的这个程度是非常的强的。他们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能够很快的让自己的中国模型很快速的接近这些最顶尖的这些 AI 公司。我觉得目前为止已经算是追得非常的近了。当然，如果你从竞争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他们中国公司一直以来主打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就是走 CP 值更高，我们就是走开源，我们就是走一个非常低价格就能够做到可能最顶尖这个模型 80% 的一个程度，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来进行。所以就变成是美国一直不断的在推进我们对于 AI 的一些想象，我们对于 AI 模型的一些认知。但同时间呢，中国做的事情就是不断的把这个价格给压下来，不断的用更加便宜的方式呢，就能够做到非常接近你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就是目前整个 AI 发展的一个趋势，还有 Entropy 对于这些公司的一些看法，还有他们整个的一个竞争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这一次 Entropy 的这个做法还蛮厉害的，就是如果你可以想象是，如果今天 OpenAI 或者是这些中国的模型公司，他们发现到了一个这么强大的一个模型，他们开发出来这么强大的一个产品，他们绝对会是非常抢先要把它发布，让大家知道这个就是他们的成果，去抢夺市场上的一个关注，还有去抢夺市场上的更多的用户，让大家来体验这个更强大的模型。但是呢 ，Entropy 做的事情竟然是完全相反，他们呢
宣告了他们开发了这个模型，但他们告诉大家，现在大家都不能够使用。他们的确是以安全为导向的，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整个企业文化最大的一个差别。实际上也有很多 Anthropic 内部的人呢，他们一直以来都有强调一个重点，就是他们都是以安全为主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在手上掌握的这个 AI 的这个技术呢，会对全世界带来非常深远的一些影响，所以他们觉得自己做的任何一个事情都应该跟安全有关。所以实际上他们也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就是你在 Anthropic 这间公司里面，无论你在走廊上面，你跟任何一个人聊天呢，他们第一个在跟你聊的话题绝对是关于安全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 Mythos 的这个发布呢，也恰恰的展示了他们这种文化，展示了他们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他们会以安全为主，而不是抢着在对手之前呢就发布一个非常强悍的东西去争夺市占率。当然，他们也是想要这样子做，但是他们会觉得安全是摆在盈利更加前面的一个位置。我觉得这个是最基础的一个差别，也是很多其他的公司，包括你说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小公司，如果我们今天发现到了这样的机会，我们肯定也是不会放过的。所以我觉得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一定是在于他们的文化做得非常非常的好。那另外呢，我想聊的就是，其实 Meta 也在最近这几天呢，也发布了最新的这个模型，叫做 MuseSpark。那这一个最新的模型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大家还记得我们之前在讲的 Mark Zuckerberg 呢，他其实是不断的在砸钱在请人的，就是他不断的去各个不同的 AI 公司去挖角他们最顶尖的一些人才，付出了非常高昂的一些奖金，非常高昂的成本呢，去把这些人才给挖角回来，或者是直接去并购他的公司，把这些人才给带过来。所以这个是自从他们发现到上一个模型完全不能用之后呢，他们做的一个最大举动之后，第一次发布了这个模型，也就是说，这个是由他们的这个 AI 全明星队呢最后做出来的这个成果。那所以这个模型呢是非常值得去看的。但是呢，当然目前为止你就会看到它发布的时候，它一样是会有一些比较图，告诉你，他们对于这些顶尖的 AI 模型，比如说 Claude Opus 或者是ChatGPT 或者是 Gemini， 他们有强在什么地方，但是就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他们用的一些指标跟别人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是特地的想要让大家知道，这些地方他做得很好，但其他的地方他绝对是输得很远的。那实际目前为止，大家的一个感受就是，它距离这些第一梯队的 AI，还完全无法去竞争。那其实呢，Meta 的这个策略也是非常的明确的，就是他们已经知道，他们已经是落后了，而同时间这个 AI 明星队要组成，要大家能够协调起来，也需要很多的时间，所以他们是走了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做法，也就是说，他们发布的这个模型呢，其实讲求的是一个更小、更快的一个模型。所以呢，他们更加强调的是他们的速度，还有更加强调的是，就是你不需要部署那么大的一个 server 才能够去运作这整个模型。然后呢，他们又结合回来他们 Meta 最强大的一个优势，也就是把这样子的一个 Meta AI 呢放进他们的 Facebook，放进他们的 WhatsApp，去支援他们所有 Meta 相关的一些任务。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他们做的最厉害的地方。比如说，现在我觉得我自己遇到最大的困扰就是现在 AI 就这么强，但是对于 WhatsApp 就是一直无法去支援，所以这个时候呢，WhatsApp 里面的 Meta AI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那这个时候 Meta AI 呢，我去体验了之后，的确有感觉到它比昨天或者是比前几天更加的聪明了。就是这个模型发布之后呢，现在在 WhatsApp 上面里面用到的 Meta AI 已经是最新他们的这个 MuseSpark 的这个版本。那实际上我体验下来就发现到，可以开始去做搜索，而且那个速度还算是蛮快的。所以至少在于一般上的资讯的搜索，这个地方已经是可以做到了。但是目前为止还有很多功能没有开放，比如说它不能够去搜索我的聊天记录，它不能够搜索我的 Facebook 一些 social profile， 这些东西它还是完全没有开放的。但至少可以感觉到，终于有一点动静了。经过了9个月，这么多 Meta 的事件之后呢，他们终于有一些动静了。那也希望这个东西能够持续的发展下去，因为不管怎么样，Meta 用的产品还是在我的生活中是非常非常的有很多的机会会一直出现的。所以如果它有一个更好的 AI，绝对是能够让我的使用体验变得更好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在分享的关于2间公司的一个 AI 的一个进展。那基本上现在也可以看到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其实我们每3到6个月就会有一个更加新的一个模型发布。那一般上现在模型发布的这个周期大概都在6个月左右。上一次最大的这个模型更新呢，大概都是在去年年底的一个时间。也就是说，在今年6到7月之前呢，我们绝对可以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就是每一个最强的这些顶尖的厂商呢，他们都会发布他们更强大的一个模型。这个是让我非常期待的地方。比如说 OpenAI
ChatGPT 下一代版本他们的模型一定是以 AI agent 为主嘛？那它到底强大到什么程度，它才敢发布呢？那至于 Gemini 上次的已经做了这么好的成绩，他们下一次一定是等着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模型才会发布，或者是他们的 data center 都能够完全的应付这样子的一个需求之后呢，他们也绝对会发布一个更加强大的模型。那这些模型呢，是不是绝对是比现在的 Opus 4.6更强呢？那当然还有 Claude 自己，我觉得今天最重要的点就是，他今天虽然宣布了 Claude Mythos 它不会发布，而且这个老师模型是非常强大的，可能它需要非常昂贵的算力才能够去算一个非常简单的任务，但是它能够做到的事情非常非常多。但是呢，有一个更加实际的方法，就是它能够利用它的这个老师模型呢，去训练它的这一个学生的这个模型。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可以用它的这个 Claude Mythos 呢，去直接蒸馏出来一个可能 Opus 5或者是 Opus 4.7这样子一个更加强大的一个模型出来。那这个模型呢，就绝对是可能比我们现在的感觉更好，能够做到的事情更多，能够帮助我们开发变得更快，或者是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电脑上面更加多的一些任务，这些都是可以被期待。也就是说呢，大家可以期待，现在已经是4月的时间了，可能再过1到2个月的时间呢，我们就会即将迎来下一轮的一个大更新。那又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什么样的改变呢？这些东西真的是已经无法预测了，就很像半年前我也完全无法预测我会再用 AI 去做 coding， 我会再开发这么多的一些工具去帮助我。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我这个星期的一些体验和一些分享。那希望大家透过今天这样子的一些新闻 update 呢，能够具体的了解到，其实 AI 真的是发展非常的快速了。当然我知道这个东西一定会带来非常大的焦虑，所以我觉得解决焦虑最大的方法就在于你需要去体验，你需要去了解最新的一个模型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然后在这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到其实一点都不难，重点在于你愿不愿意下手去玩、去体验、去跟它一起探索。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时代。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